宜兰，然后这一次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肉桂卷，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然后这一次我们也是一样，会到最后才会揭晓每一家的店名还有它的价钱。所以如果现在你也在收看这一集的话，你也可以拿一个便条纸，然后来猜猜看荧幕上的肉桂卷，你认不认得出来它是宜兰的哪一家肉桂卷呢？好，那我们现在来切第一家的剖面。这是第一家，给大家看，它其实摸起来还蛮扎实的。这是第一家的剖面，这是第二家，然后还有附一个糖。这是第二家的剖面，这是第三家。第三家非常的大，然后第三家的上面还有一点点的核桃。这是第三家的剖面，这是第四家的肉桂卷。第四家的肉桂卷长这样。第四家肉桂卷它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面团，然后上面有这个珍珠糖，然后还有葡萄干。第五家肉桂卷长这样，然后上面有 cream cheese。第五家的剖面长这样。那今天我们加热的方式会用气炸锅来加热，因为有人觉得用气炸锅的效果会比烤箱更好吃，所以大家家里面如果有气炸锅的话，也可以用气炸锅试试看。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用烤箱加热就可以了。嗨，大家，我们现在已经把肉桂卷加热完毕，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吃，然后我们这次一样有准备咖啡跟水，然后呢，最后我们会跟大家说我们最喜欢哪一家，然后还有原因，然后我跟大家快速说一下我的想法，然后再让我的友人来说他们最喜欢哪一颗。第一颗肉桂卷它是肉桂味很浓，然后它的肉桂是属于偏辣的，然后它的面团是属于扎实的口感。然后它的肉桂的辣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回购的话可能就是中间。那第二颗肉桂卷呢，它另外有附这个焦糖，然后这样子配在上面就很好吃。然后它的肉桂也是比较浓的，然后它的肉桂是落在有点甜也有点辣中间，然后它整个面团还有肉桂搭配起来就是很刚刚好，所以第二颗我觉得应该是这5颗里面我最喜欢的，会回购的。那第三颗呢，它没有很明显的肉桂味，而且它的那个肉桂味其实吃下去并不会觉得它是一颗肉桂卷，然后它的口感有一点点像是蛋糕，松松的，所以可能就回购的话，可能就是有缘再见。那第4颗肉桂卷呢，它完完全全没有肉桂味，然后它吃起来非常像是好吃的吐司，就是第4颗它可能长得像肉桂卷，但是它吃起来完完全就是一个好吃的吐司，它也没有肉桂味。所以如果回购的部分，我可能会去买它其他的品项，但是就不会再回购它这个肉桂卷的这个品项。然后第5颗呢，它上面的 cream cheese 其实有点压过它肉桂卷肉桂的那个味道，然后下面比较靠近底层的地方，它的肉桂就是比较浓，然后也是属于比较甜的那种肉桂。然后它的面团的话，它靠近中心的那个部分就是落在柔软跟黏土之间的那个口感，所以回购的部分我可能也是比较属于偏向有缘再见。那接下来我让我的友人们来说说看他们这一次品尝的心得。吃完这五个肉桂卷之后，第3、第4个我们就先把它排除掉，因为第3、第4个就像是面包，第4个像很蓬松的日本面包体、甜面包体，然后第3个可能稍微扎实一点，但是没有肉桂味，所以30我们就先摒除掉。那剩下的1、2、3，呢是1、2、3其实都蛮好吃的，但是它有不同的口感。第一个它吃起来是唯一这5款里面有带咸味的一款肉桂卷。那这一个肉桂卷呢，它也摆脱掉面包的口感，
它中间的感觉比较不像面包，吃起来你会默默的就把一颗吃掉，然后才会想要喝咖啡，这个是会回购的。那第二款呢，它其实是惊艳的一款，它是一个就是吃起来口感不错，然后肉桂味浓郁，是属于我喜欢的这种比较偏辛辣一点的肉桂粉的味道。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面包体还是发的有一点像一般的甜面包体，有一点点，这是一点点可惜的地方。但是它口感是属于，就你如果焦糖不要撒下去就不会这么甜，也是吃起来不错。那第五款其实我觉得是惊艳的一款，就是它把 cream cheese 撒在上面，就是这一款就是你如果吃一口这个肉桂卷，你喝一口咖啡应该是很搭的，但是可能就没办法吃完整个，因为它偏甜，然后 cream cheese 因为是油腻的，所以它会比较腻一点。但是基本上来讲，以肉桂卷来讲，它是别出心裁。这里面我可能会给1最高的分数。这5个里面，我最喜欢的是2跟5。那我一开始吃，因为我是照顺序1、2、3、4、5这样吃下来，我一开始吃2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在吃5的，因为我每一个都只先吃了一半，然后我就再回头再全部吃一遍。那我第二次再吃2的时候，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干。那第5个肉桂卷的话，因为它的口感比较像是面团湿湿的那样，所以可能因为我吃完5号又回头吃2号的时候，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干。但是整体来说，2号跟5号是我最喜欢吃的。我现在要来揭晓刚刚1到5号分别是哪些店家，然后也会跟大家说他们的价钱。刚刚的第1号呢，它是叫做优空间，然后它一个价钱是60元。2号它叫做袋鼠咖啡，它也是 IG 上的名店，所以 IG 上的名店真的是非常有它的实力。然后它一个价钱是90元。第3家是好好咖啡，那它一个价钱是130。第4家是卡桑面包，然后它是一个是60元，就是刚刚那个吃起来很像吐司的。第5家是 Amy Floor Cafe， 那它一个价钱是65元。那现在我的宜兰友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1到5家的肉桂卷分别有什么特色。好，我们第一家是优空间，然后它是我有一次走路经过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卖肉桂卷的店。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扑空，它已经卖完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买的话，最好也是可以先打电话跟老板订。老板人非常好，就是我没有办法在他营业时间到，他就说没关系，他等我这样。那第2个是袋鼠咖啡，它除了肉桂卷，也有很多其他的甜点，我自己是没有尝试过，但是网络评价都非常的好。第3个好好咖啡，它是在民宅1楼。那它的单价比较偏高，座位数也不多，但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还是可以去看。第4家是卡萨，它是一个日本妈妈的面包店，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内用的。那它的面包都卖得非常好，基本上你一定要先跟它预定才买得到。如果你现场直接去，是很容易扑空的。第5个 Amy Floor Cafe， 它是不定期才会做肉桂卷。那如果想要就是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做肉桂卷，最好的话就是要 follow 他们的脸书，因为我们也是就是等了很久才等到那个肉桂卷。那大家看了我们的影片，其实我们拍这个影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妥善运用肉桂卷地图，然后如果大家刚好来宜兰的话，就可以打开地图，然后看看自己现在离哪一家肉桂卷最近，并不是希望大家就是只去吃我们最喜欢的那家。好，那我们下一期肉桂卷影片见，拜拜。